帝江手指轻捻，好。他往他身后靠了靠，他很高，坐在他身后能看到他面前的风光。陆九婉缩了下肩膀，这短短6、7日的时间过得无比漫长。此时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声色又陌生。怎么了？陆九婉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温柔撩拨，好主动，一时之间心猿意马，非常想做。帝江呼吸一滞，心潮翻涌。他了解他，陆九婉想要的一定会得到，便依着他，也依着自己的心。山洞的温度逐渐上升，外面一片漆黑，火堆已经快要燃尽。帝江狠心将他放下，衣服已经干了。他拿着自己的里衣到外面打湿了回来，给他全身擦拭一遍，穿上衣服和袜子，加了柴火，又去洗了里衣，晾在火堆旁。听着外面的雨声渐渐停止，感受着他在身边沉睡的宁静。昼夜轮转，黑夜渐渐被涂白，陆九婉也没怎么睡好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限制了他自由活动。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人家的小腹上，身躯缩在人家双腿中间。他坐起来，帝江也随之睁开眼。醒太早了，没睡好？他倒回他的胸口，继续闭眼。帝江抱着他躺下，天亮了不用看着火，睡一会儿就醒了。两人再次睁眼的时候，洞内有阳光照射进来。晴天？陆九婉觉得有点恍惚，昨天还是倾盆大雨，今天就艳阳高照了。坐好别动，给你梳头发。自己会梳吗？你会？试一试。他手拿金钗，左右打量着他浓密柔顺的长发，手指拨弄了半天，有点无从下手。不会算了，我自己扎。帝江放弃，他只会插发钗，不会挽头发。趁着他起身收拾之际，陆九婉从空间里摸出一根黑色的头绳，3两下将头发绑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。帝江转身，见此有些愣住，转而有些好笑。他梳了个男子的发型，英气不少。帝江又去抓鱼了。陆九婉站在洞口，阳光洒遍山谷，水面波光粼粼，鸟声清脆。美好的一天，两人吃完早膳，陆九婉就提议：昨天我进那里面去看了一下，感觉到了风，估计有另一个出口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太黑了，看不见，容易碰见毒虫。陆九婉往身后一摸，拿出来。帝江不明所以，他又变了个什么东西出来。陆九婉打开手电，本来就亮的山洞瞬间像是装了个太阳。帝江终于知道昨晚山洞为什么亮起来了。这是何物？怎么突然这般亮？强光手电筒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什么都有，还能变出来收回去的？救世主陆九婉。帝江心想，算了，以后他就算变个大活人出来，他也不会震惊了。有点本事也好，回去还有一场腥风血雨要面对。正好省了火把，走吧。他牵着他，两人进了山洞。这里面只有一条道，不会走错。山洞的通道不算窄，但是很长。两人走了很久，久到感觉这里根本不可能出去的时候，终于见到了一丝亮光，加快脚步朝前，到达洞口。下了山洞，两人沿着山岭往外走。微风吹过，树叶摇晃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一黄一黑2道颀长的背影向前走着，斑驳的光影打在两人身上，温暖又宁静。陆九婉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，看见松枝扣下来捏一捏，看见蘑菇捡2朵，一副自由自在出来春游的样子。帝江停下来，回走2步，牵住他的手往前走。任他这样2天都走不出去。猕猴桃。帝江被他一扯，望去，见松树上缠着猕猴桃的藤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棕黄色毛茸茸的猕猴桃。他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，去摘。帝江心想，也只有他敢这么随便吩咐自己。好。摘熟的有没有啊？有。地上全是松软的针叶，猕猴桃没有熟透，扔下来也没事。他摘了几10个扔在陆九婉身边，便跳下树。陆九婉用裙摆兜着猕猴桃，两人边走边吃，他负责兜，他负责剥了喂他。这回走得更慢了，吃了几个，陆九婉才是吐舌头，难吃。帝江的脚后跟被什么砸了一下，低头发现一颗猕猴桃，刚抬眼，另一只脚又被砸中。你很无聊吗？陆九婉手里捏着一颗猕猴桃，摇了摇头，认真地说：
没有啊。两人一路走到傍晚，终于看见了山沟里的住户。从村里路过，正是待除晚归的时候，村里人多，见到两人都停下来，防备又好奇地打量着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哪里啊？陆九晚不惧怕被打量，正好问路。杏仁村。被问的是一个扛着锄头的大爷，上上下下打量两人，满脸都是想不通。他们村偏僻，很少有外人来。知道吗？陆九晚问帝江，帝江摇头，这种地名太小，他不知道。有没有马车送我们出去？给钱。陆九晚不想走了，昨天走了一天，今天又走了一天。一说钱，大爷脸上所有怀疑好奇一扫而光。有，多少钱呢？咱先说好，这里离城里远，没有100文这是办不成的。到了都天黑了，到时候怎么也要个住宿吃喝的，那不亏吗？生怕错过这单生意，大爷一口气把原因也解释了。在这山里能有个挣钱的机会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！行，没问题，现在就送我们出去。稍等，贵客稍等啊，坐骑还在山上，马上就来。两位先生在这里等等啊。陆九晚两人坐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，看着为数不多的住户家家户户开始冒炊烟。这里是偏僻落后的村子，在这里生活与世隔绝，孤独又寂寞。但此刻炊烟、米饭香、炒菜的滋啦声，村口跑来跑去趴在石墙后偷偷看他们的小孩，充满浓浓烟火气。等了许久，终于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两人朝那方向一看，大爷正欢喜地牵着一辆牛车赶来。来了，两位久等了，快上车，不耽误时间，天黑以后就能送你们到镇上。两人默契的对视，又默契的看向大爷。马车呢？这不是牛吗？你看我像是分不清牛马的人吗？大爷一脸你不懂。这牛车马车都是车，你们坐后面又不是坐牛身上，怕啥呀？陆九晚心想，这狗大爷也是个坑人精，坐牛车也忒没面子了，特别是帝江，人好歹堂堂一个王爷。见两人犹豫，大爷又开口劝：两位贵人呐，我们杏仁村找出牛车来，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，谁家买得起马呀？那都是贵重家当了。坐吧，牛车村里独一个，这辈子没坐过牛车吧？新鲜的嘞。牛车有节奏地往村外走，后面的板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年轻人。帝江本来不想坐，他还能走，但是陆九晚不肯，一个人坐牛车多臊得慌。怎么样，我这牛车结实吧？我驾车技术好，坐过的都说好。大爷自满，两人没接话。一路上经过了几个村，引来不少打量。天黑的时候，两人终于被牛车送到了镇上。给钱。你给。我没有，你便给他。他仰着小脸看着他，两人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，互相看着对方充满笑意的眼睛。别光顾着笑啊，你们俩谁给钱呢？大爷听到两人互相推诿，心里咯噔一下。陆九晚笑看着帝江，往袖子里摸啊摸。给，有多的不用找了。谢谢。祝两位贵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帝江给他一个正眼，淡淡的点了下头。到了城里，帝江就仿佛鸟儿回了森林，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，进了酒楼，点了一桌子好菜，要了一间上好的厢房。小二拿了一笔钱，给他们带回来2套新衣服，夜深人静。帝江睁开双眸，轻轻拿开陆九晚的脚，起身走到窗户边。马路上，一群浩浩荡荡的骑兵正朝这边过来，看他们的样子，并不像是发现了自己的踪迹，所以这就是说，帝玄义在往南进城调兵。看来他是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就算自己这一次平安活着回去，他也还有后招。他走到屏风边，拿起衣服慢条斯理地穿好，然后俯身在陆九晚的耳边：我出去一趟，好好睡。陆九晚早在马蹄声哒哒哒的时候就被醒了，只是有帝江在身边，不用他操心，继续睡自己的觉。帝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鸡鸣时分，看到床上仍然埋头睡着的人，心安的上床，
躺在他的身边。竟然没死，还又让人逃了，废物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属下该死。你们是该死，全都该死！克制，要冷静，还有机会。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跪在地上的人重复了一遍。王爷抱着王妃一起跳下了悬崖，王妃手中有一种从未见过威力十分强大的暗器，杀人于无形。他杀了士兵？是。好一个陆九婉，竟然真的敢背叛朕，很好，一个帝江，一个陆九婉。在城外拦截，只要发现他们两人的踪迹，就地格杀。是。酒楼内，帝江睁开眼，好久没睡得这么好，低头怀里有个小暖炉，他早就醒来，用他的长发编了好几根小辫子压在自己头下。他头发太好，不压着辫子头儿立马就散了。女人才有小辫子，松了。不，本王妃的赏赐你居然敢拒绝，不知好歹。你想要本王，你的丈夫在外面出糗，陆九婉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啊？你懂个锤子！本王妃在南京城时尚圈的身份地位，你一无所知。帝江争不过他，于是两人下楼的时候，帝江高梳的长发中有几根细细的小辫子夹杂其中。你打算就这么进去？等一下你看那密密麻麻到处巡视的兵，会不会像在看自己的催命符？本王长得像不像你的催命符啊？你不要不听老人言，总会吃亏在眼前。再说这么多人打起来，旁边百姓被伤到，才倒了你们阿弥陀佛的霉。还会关心百姓的死活，王妃越来越贤良淑德了。当初看走眼的人是你，如今给我扣帽子的人是你。我陆九婉是救世主，这话请你记住，牢牢记住。帝江轻笑，对他的颠言颠语不予搭腔。你若是叫本王妃一声救世主大人呢，本王妃可以给你施以良计。帝江淡淡看了他一会儿，似乎在思索划不划算，然后才淡淡随意的开口：救世主夫人，救救为父，孩子还早。还你大爷个头，不死心的封建主义臭男人。两个法子，一声东击西，懂吗？把人引到别的地方去，你就可以轻松入城了。二，爬狗洞，我不会消化你的，我保证。帝江心想，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。他抬手将他面前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端到自己面前。开玩笑的。他又端回去。第二个就是光明正大回去，这个的话需要费点心神。说说。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死，要光明正大回去，还要让人在城门口迎接，阵势越大越好。帝江挑挑眉。这时一人进去酒楼，目光到处看了看，店小二积极上前招呼：客官，住店还是吃饭呢？来人左右巡视，面无表情地回他：找人。他径直绕过店小二，朝着目标走去。帝江抬眸扫过，来人上前恭敬地开口：少爷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事情办妥了。昨晚连夜找人到处大肆宣传，城里百姓现在已经都知道您还活着，王府的所有人以及许多大臣百姓都在城门口迎接您回去。说着，他眼神带笑地看向陆九婉。陆九婉挑了挑眉，默契：虽然，但是我还没说完呢。夫人请说。这些还不够，你回来除了对府里和你的亲信有好处，与其他人毫无利益，你得让更多人觉得你回来了，对他们有好处，人家才会觉得事情和自己有关，才会真正的关心你是不是真的平安活着，这才是你的保障。夫人说的极好，请夫人指点。爽，你小子识相，知道在外人面前给老婆面子。所以呢，你必须是南晋的祥瑞之兆。你能从那样的熊熊大火中逃生，一定是因为你有神明护体，你在就是南京未来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的盼头。反正你现在都不用怕抢了谁的风头，得罪了谁，反正这于你来说好处多多。一个是你自己现在能够成功回去，二个是你在百姓心中形象好，人家投票都投你。什么投票啊？就是选定你的意思，相信你能给大家带来幸福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。帝江听他说着说着快唱出来的音调，非常认真地思索了他的话。这回他总算靠谱了一点，尽管他看上去还是有点颠颠的感觉。陆九婉正一脸傻蛋，知道姐的聪明了吧的表情。去吧，按照夫人说的做。陆九婉对这人交代，
一定要说的自己人都信，大家才会相信这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他不敢抬头，只微微侧身，恭敬点头，内心对王妃生出佩服之情。是夫人。王妃这睿智模样，不像个会往火场里扑的人啊，咋会干那事儿呢？帝江又给他交代尽快完成任务，以及自己预计回城的时间，这人才快速离开城内。很快就流传着晋王是神明护体，是祥瑞之身，是南晋来年风调雨顺的象征。大家深信不疑，自己创造出了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和身边人。于是城门口的人越来越多，个个殷切地盼望着晋王回归，传入帝玄义耳中。放肆！这些人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朕？朕才是他们的神明，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。帝江就说他是自己的威胁，一点都没错。野心如此之大，竟然编造谣言笼络百姓，这可不像他会做的事情，一定是谁给他出谋划策。让人收手，放他回来。本来想杀他就不容易，还很有可能会在百姓面前暴露出自己。慢慢来，他还有办法。他努力恢复理智，转身去了慈宁宫。母后在后宫斗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过。城门口从来没有围聚着这么多人。来了，王爷回来了，咱们的守护神回来了。人群中几人对视一眼，同时激动地高呼。他们是好演员，激动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。周围百姓也受到感染，纷纷热议起来，脸上是激动喜悦的表情。急骤的马蹄声越来越近，近了才看见王爷坐在高大雄壮的马背上，怀里还有个小女子被他紧紧护着。众人一时有点不解。是王妃，王妃对王爷用情至深，知道王爷身陷大火，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里去救王爷。一场大野，两个人都得救了，真是神明保佑啊！这般难得的感情，不愧是王爷啊，至情至性的大善人，是我们南京的福气啊。其实这一次求猎失败，就是神明在挑选祥瑞之人吧？肯定是这样啊。对，不然那么多人都被大火逼出来了，就只剩王爷在里面经受考验。王爷比谁都厉害，怎么可能在大火第一时间逃不出来？所以一定是这样的。王爷现在是不负众望，成功身退了。本王能从燕梅山出来，是得上天护佑，降下及时雨。众人心头一震，王爷果真是神明护体。这一日之后，晋王府侍卫人数增加悄数倍，特别是云书院。王妃，宫里又来人了，说是皇后娘娘举办了赏菊宴，邀请您进宫赏菊。白桃啧一声，王妃病重，起不来床，你们不知道？来人埋着头眨了眨眼。奴婢现在知道了。白桃傲睨着他，点了下头。下去吧，以后机灵点。是。小丫鬟将余光缩小再缩小，还是能看见不远处草坪树下用手绢盖着脸晒着太阳呼呼大睡的王妃。从燕卑山回来之后，陆九晚就过上了金丝雀的生活，锦衣玉食，礼物源源不断送来，堆积成山。帝江按部就班的上朝忙公务，仿佛燕卑山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做了场梦。帝玄义多番试探，他都像是个世外人一样，这也越发让帝玄义紧张起来。做大事的人都有极强的忍耐力，他能感受到的，他的皇叔正在蓄力。皇后不是要举办赏菊宴，可邀请了晋王妃？是啊，臣妾已经邀请过了，只是晋王妃卧床称病，还是不肯来。赏菊宴是皇上暗示他做的，在此之前还有其他各种宴会，目的都是为了让陆九晚进宫。帝玄义怒上心头，粗鲁地推开他。皇后一贯聪慧伶俐，这次却让朕屡屡失望。朕去清贵妃宫里坐解闷。看着皇上离开的背影，萧子英难过又气愤。她是萧家的女儿，皇上的羽翼，有些事情她是知道的，燕卑山的事情她怎么也能猜到几分。只是她不理解，为什么非要请陆九晚入宫。皇上一脸不开心，是在哪里受气了吗？帝玄义握着他的手叹息。没有，刚从皇后那里过来，听她抱怨了2句，朕听着心烦。谁还敢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啊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女人间的小事儿。说几次3番邀请晋王妃，晋王妃都不肯进宫来，本是关心，晋王妃却不肯领情，她心里很不快。听说晋王妃回来一直卧病在床，
皇后娘娘若是真的那么想见靖王妃，臣妾有一个主意。还是爱妃聪慧，既然你也有主意，便替皇后分分忧。朕只想看到你们每天笑颜逐开的样子。叶云轻笑着应下。雨夜，帝将从马车上下来，接了伞朝云书院走去。陆九婉早已经梳洗完毕，半躺在床上，听见熟悉的脚步声，忙将手里的平板升回空间，拿起枕头边的书佯装看了起来。帝将带着满身语气，只站在外面撩开了纱帘往里看，见他装模作样的沉浸在看书中，见到他浑身疲倦消了大半，轻笑一声，声音略带戏谑：书拿到了。陆九婉淡定的抬眼：你不懂，我最近都在练习看倒数。哦，练习这门神功是为了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癖好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他感兴趣的走了进来，俯身看了眼他手里的书。他之前就见他手里拿着个能出声音的东西在看，每次等他靠近他手里又空空如也。燕悲山之后，他确认自己曾经没看错，他就是变了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看。说说，本王有什么小癖好？本王喜欢横着看书。陆九婉勾唇笑起，放下手里的书，姿态慵懒地伸出一双玉臂勾住他的脖子，借力让娇臀轻轻抬起，凑到他耳边。白珠正准备撩帘子进来给王爷换鞋，雨天外出鞋面容易湿，就见王爷双手撑在床上，俯身在王妃身边。王妃妖娆地抱着王爷的脖子，神色暧昧地凑到王爷的耳边。见他撩开帘子，王妃轻轻一眼投了过来。白珠被王妃不经意间看着一眼，酥的脚底都是麻的，忙放下帘子退了出去。你脸红什么？白桃去叫水了，回来就见白珠一张脸粉扑扑的。王爷在里面。白桃立马明白，也想要脸红。王爷丰神俊朗，王妃美艳多娇，每次王爷晚上叫水，他们都脸红心跳的不行。里面陆九婉嘴唇几乎贴着帝江的耳垂，轻声开口：你喜欢放在左边。本王不喜欢放在左边，习惯放在桌上看。话音落，他感觉怀中的娇躯明显顿了一下，继而在他怀中不断的交颤，控制不住的闷笑声传入耳中，听得出他笑得很开怀。他微微后仰，去看他难得笑得这般开心的脸，他这样笑很甜很艳，他看得失神。良久，我说你喜欢放在左边，不是说书。那是什么？陆九婉眼神戏谑又暧昧。是能让我快乐的要死要活的宝贝。帝江还是不动。见他太单纯，还是不动。陆九婉微微摇头，他视线缓缓下移，朝他挑了挑眼。帝江一下子就懂了，又是被他狂言浪语和梦浪举止所震慑的一天。陆九婉，你……陆九婉佯装懵懂地看他，眼神清白。陆九婉怎么了？陆九婉说的是实话，你喜欢放在左边。帝江哑口无言，只剩无奈。本王去沐浴，你先别睡。陆九婉牵住他的衣角，帝江回头，陆九婉看着他问：我为什么别睡？我要睡了。他躺下，抓起被子乖乖盖着，板板正正的。帝江失笑，他朝着另一间沐浴室去，坐在浴池中，疲倦的身体彻底得到解放。他一手搭在浴池边，仰头靠着，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北陵有消息传来，慕白那边有进展，这边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等的那一天很快就要来了。他想到陆九婉，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他想和他好好谈谈。大雨不停地落，打在骑马之人的身上脸上。帝江嘴唇紧抿着，雨水顺着他纤长浓密的睫毛不停坠落在脸上。慕白那边传来消息，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只是被对方发现了，现在需要接应，不然遗诏难守。帝江不放心，亲自带着人去接应，心情有些急切。驾！宫内，帝玄义同样收到了消息，他的人拦下了帝江的人，他们手上有遗诏。晋王已经出城，很可能也是接到了消息。朕不是说拿到就地焚毁？皇上，咱们的人还没有近距离接触到圣旨。他都亲自去了，你们还不想办法拦住他？真的是养了一群废物。来人，去把皇后和叶贵妃请来。王妃，宫里又来人了。笨，不是教过你了？说王妃卧床养病，
可是这次来的人不一样。陆九婉在屋内听见，将平板放回空间，走出来。谁来了？皇后亲自来了？丫鬟忙摇头。不是皇后，说是皇后身边的长侍嬷嬷，还带着大轿和几名太医，说是宫里龙气重，让您过去沾沾龙气，身体好得快些。他们身边还有好多侍卫，像是非要请您去不可。白如白桃两人一听这阵势不对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白桃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沾他爹脑壳，陆九婉翻了个白眼，知道这回是躲不过去了。去回，让他们等着，本王妃要换衣服。是。外面的人等了许久，才见到人从靖王府里出来，一座高大的马车，前后几十名带刀侍卫，管事嬷嬷和几名太医撑着伞在靖王府前等候着。见过靖王妃。陆九婉没理会，白珠给她撑着伞，送她上了马车。见到王妃上了马车，管事嬷嬷的心才落下一半。马车出发，大雨绵绵下着，将天空压得沉沉的，雨声掩盖不住刀剑声。慕白一行人从北陵出来，先是被北陵的人追了一路，现在又遇上皇上的人，他们已经精疲力尽，怀中的遗诏怕是要保不住了。慕白一身狼狈，紧咬着牙关战斗。不管如何，就算是死，也要等到王爷几人围攻，暗藏冷风的刀剑从他面前划过，马蹄声飞踏而来。即将插进慕白腰间的剑停住，伴随中剑的主人一起落地。慕白趁机从突破口逃离被围攻的圈子。在帝江身后，他带来的侍卫很快加入战斗。他培养出来的人总是格外优秀，应战能力强。这一场雨中的厮杀很快就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。慕白从怀里将用皮革和油纸严格包裹着遗诏拿出来，帝江取过，拿在手中没有打开，却看了良久。确认过真假吗？按您说的方法确认过，是真的。很好，记大功。他将东西收进怀里，转身上马回去。天色暮黑之时，帝江远远见到一人骑马疾驰而来，近了，他认出是守在云书院的一名暗卫，心中生出一抹恐慌。来人见到王爷，远远下马朝这边跑来，跪在前面。吁！马停下，帝江未问，暗卫忙报：王爷，王妃被请进宫了。帝江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有所猜测是陆九婉出了事，可听到暗卫的话，内心还是像被刀锋划了一下，脸色越发黑沉骇人。不是让你们守着的吗？王妃不让我们动手，说不能给人留下画饼，耽误您的大事，说她不会给您拖后腿的，还说自己能够保护自己。帝江安静认真的听完，心里又酸又疼。这时候这么乖了，知道他本领大，但他的担心一点都不少。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喝药都怕苦的女人。他紧紧握住缰绳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赶紧回去。他不想浪费一点时间。驾！陆九婉乘着马车进宫，行至宫门口，一阵马蹄声紧紧靠近，停下，马车也被迫停下。谁让你们去靖王府接人的？把人留下！管事嬷嬷心烦意乱，眼看着就要进入宫门了，杀出个程咬金。王爷莫怪，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听说靖王妃今日身体欠佳，想接王妃入宫沾沾龙气，也是为了让王妃早日好起来。沾什么龙气？说是龙气能治病，宫里还有太医干什么？少废话，把人留下。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，奴婢等人也只是奉命行事，还请小王爷不要为难大家。皇后娘娘，哼，你们怕是忘记了靖王是什么身份了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是先皇当初亲自封的。皇后娘娘就算要请王妃进宫，也得靖王先答应了再说。本王再说最后一遍，把人留下，滚！嬷嬷的声音也强硬起来。皇上已经发怒了，皇后娘娘再三叮嘱，一定要办成。小王爷，您是王爷，奴婢不敢如何，但奴婢想说，这件事皇上也是知道的。靖王就算再大，能大得过皇上去？王妃身体金贵，奴婢等人一定小心伺候着。皇后娘娘不过是关心王妃，靖王来了接回去就是，您又何必担心呢？帝玄知道磨嘴皮子是没用了，抽出长剑对着嬷嬷：滚！他一抽剑，管事嬷嬷带来的侍卫们也纷纷拔剑，守在马车周围。
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中。陆九婉轻轻掀开帘子，看着帝寻黑沉的脸，和帝江倒是有几分相似。过来。淡淡的一句话，帝寻听着感觉很熟悉，很像他哥跟他说话的语气。想着，人已经来到陆九婉马车窗外。什么事？我可不是交代过不能出府，你为什么不听？陆九婉没回答，问他：你哥今天做什么去了？你别管。陆九婉看着他，不言不语。帝寻对上他的视线颇有压力。反正是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。总之你现在不能进宫。那你能怎么办？和他们干一架，强行把我留下来？那又如何？不行。为什么？首先你做不到，留不下我。其次，已经到了关键时候，不要给他人留下任何让人言论帝江的画饼。至于进宫，我暂时应该不会有事儿。和上次燕碑山不一样，他进宫就说明帝江和帝玄义之间的争夺战已经摆到明面上来了，生死之战，皇位之战。帝江一向对他不错，还是不要给他拖后腿了。你哥谋划的事情很重要，别在这个时候出岔子了。他进宫，万一到时候帝江失败了，他有机会的话还能帮他一把，毕竟他有高科技武器。帝寻一开始只想着为了他哥，他一定把人留下，但是陆九婉的话有道理，他暂时不会有事。狱中，帝寻看着马车进入宫里，策马转身离去。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，他也要加紧时间办事。陆九婉被带入后宫，白珠白桃两人被禁止在外。皇后萧子英短暂地召见了他。听闻王妃近日总是身体不适，本宫听了心里难安。宫中御医每日都会来请脉，想着你住在宫里也能方便些，每日把把脉，早日将身体养好。病久了，身子缺损严重，就成了顽疾，难治愈。王妃还年轻呢，王爷也还没有子嗣，王妃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。陆九婉淡淡睨他一眼：你啰嗦啦。萧子英语塞，她可是皇后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她说话。但转念一想，她是王妃，是帝玄义的亲婶婶，是长辈。本宫也是为了王妃着想，王妃不必忧心，且在宫里安心的住下就是了。御医会每日来给你请脉的，本宫还有事要处理。反正他的任务就是让陆九婉进宫，现在不关他的事情了，他现在也没有任何心思管这些。宫里的不安宁让他感到恐慌，好像有种要变天了的感觉。陆九婉被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宫殿里，周围明里暗里被禁军重重把守着。陆九婉站在窗前，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这么多人，他要是想从这里出去，绝对要大动干戈才行。不过暂且没什么事情。帝江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他人去哪里了？现在在做什么？又打算做什么？他一概不知，只能先按兵不动。他仰头看着天上不断落下来的雨幕，心情莫名有些压抑。这种感觉在去燕碑山的时候出现过。古代、现代，为了权力和私欲，人永远会不停地斗争。在窗前站了许久，陆九婉回身的时候，他渐渐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劲，无力软绵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明白过来，不知何时他已经中了毒，身体无力，肌肉无力。这种类似于软筋散的东西，其原理就是抑制肌肉兴奋。若是想解毒，就要服用能够促进肌肉兴奋的药物。帝玄义用这招是因为他会武功，为了更好地控制他，陆九婉搜索了空间药物，找到了能够促进肌肉兴奋的药吃下，躺到床上慢慢感受身体的恢复。天色彻底黑下来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下面刺史萧肃往外跨了一步。臣有本要奏。呈上来。帝玄义拿到奏折，翻开随意看了眼，抬起头来。刺史大人要参奏晋王。话落，下面起了议论声。是，臣要向皇上和朝廷揭发检举晋王大不敬之罪。晋王回城之日，言语误导百姓，导致如今外面风言四起，说晋王乃是万民之神，是南晋的神明，能护南晋万民。此等传言已经完全将晋王凌驾于皇帝之上了。晋王如此行事，可见其司马昭之心呐。
如此野心勃勃，晋王是想做什么？况且今日到现在也未来上朝，这是严重的渎职，也当治罪。帝玄义高高坐在皇位之上，看着下面百官相互议论，甚至相互争论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。得民心又如何？朕也能给你毁了。梁爱卿有什么想说的？臣认为刺史大人说的对，晋王放纵百姓封他为神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明白，民心都在王爷的手中，若有一日晋王还不满足，想要造反，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？帝江的人立马站出来反驳，帝玄义却突然用力拍了下桌子，愤怒的道：朕这个皇叔是想做什么？依你们所言，这件事该如何处理？晋王乃是朕的皇叔，小惩大谏即可。臣认为削去王爷的晋王爵位，收回权力。后面一半的朝臣同时应和：臣赞同。帝玄义思略了一会儿，艰难地做出决定：那就削去晋王爵位，传旨。帝江的人都看得出，这是皇上和他们唱的双簧戏，再怎么劝阻也无用。宫门前早已经重兵部署，御前红人太监拿着圣旨站在狱中，旁边的小太监给他撑着伞。晋王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晋王放纵流言，居心叵测。还没念完，便被帝江身后射过来的箭穿了喉咙。帝江没有回头，只听浩浩荡荡的马蹄声，便知道是慕白带着他的人来了。他高举遗诏，声音铿锵有力：太上皇遗诏，立12子帝江为帝，先皇谋逆，篡夺皇位，如今皇位落入旁人，倒反天罡。今日本王就要扭转乾坤，扶正去邪，尔等顺者昌，逆者亡。大雨滂沱，黑云压城。杀！扶正却邪，扭转乾坤！慕白高举着剑挥向皇宫，身后震天声响，伴随马蹄声。杀！宫门异变，给红人撑伞的小太监被溅了一脸的血，惊恐万分，跌倒在地，胆战心惊地爬起来，踩着红人太监的尸体跑回了宫门内。晋王造反了！晋王造反了！皇上，不好了！晋王他造反了！众人内心皆是突的一下愣住，不可置信，怎么可能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但小太监满脸的血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。看来梁爱卿说的对呀，朕的皇叔果然造反了。帝玄义看向小太监问：他现在身在何处？他带着兵马闯进了宫门，正朝这边来了。帝玄义蹙眉，这么快就到宫门了？他让人去调的精兵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？明明离这里不远。皇上，马上派遣御林军保护圣驾吧。老臣虽然身子骨老了，但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平反逆贼。小爱卿，朕命你马上调遣御林军，势必要拿下逆贼。臣遵旨。众人看着萧肃带着几名武将离开的背影，英勇无畏。朝堂之内静悄悄的，各自心情复杂，心事重重。恰时，一人匆匆从侧旁进来，走到他的身边汇报：皇上，奉您的命令，暗中调遣的2万精兵还没赶来，但是王爷已经闯到第2道宫门了，御林军不过3000人，很快就要抵挡不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只是属下负责接应，过了时间却一直没有人。去看看怎么回事，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。是。帝玄义内心燃起一股空前的焦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出了什么问题？后宫，文太后也得知了帝江造反的消息，身边的老嬷嬷吐槽：晋王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造反，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。皇上那边可有问题？问过了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皇上早就已经安排妥当了。那就好，他再厉害也不能以1敌万，2万精兵拖也能把他拖死。皇爷私下养了兵马，刚刚来人汇报，估计有3-4千人。3-4千，御林军给他折损一半，剩下的不足以应对2万精兵。文太后一笔笔算着，越算他的心情越平静。自古以来，造反之人基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
他也不例外。城外，袁仓负责堵截帝玄义调回来的2万精兵。帝江上次和陆九晚从雁碑山回来，刚好叫他撞见，也掌握了他们的动向。袁仓带着10几名高手潜伏在山野之间，手中的剑全都瞄准队伍最前面的人，他们只杀他一人，擒贼擒王，人死落马。身后人马受惊，全都停了下来。这些精兵都是从各个军营抽调的最强精英散兵组成的临时队伍，并没有一个领头人。现在唯一能发号施令的人死了，群龙无首，袁仓现身。你是谁？做什么的？我是晋王的人。晋王的人？晋王造反，拿下他！等一下，你们其中不少都是晋王曾经带过的兵，且听我说完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些精兵之所以能成为精兵，大部分都是前2年王爷的功劳。那就给你个机会，说。太上皇遗诏现世，在世的时候立下遗诏，让晋王继位。你们现在被抽调过去，只是让你们去保护一个鸠占鹊巢的假皇帝。晋王深得民心，已经带兵包围了整个南晋城，拿回皇位势在必行。你们确定要和晋王对上？众人本就群龙无首，一路过来也是半迷糊状态。听到晋王才是该做皇位之人，又听到要和晋王对上，众人心中开始打鼓。晋王本就是大家钦佩之人，有勇有谋，武力超群，最重要的是爱护士兵。王爷说了，各位将士赶赴南晋辛苦了，都是精英壮士，理应被重用。说是王爷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皇位，各位就不必再辛苦的赶回头路了。重用不必再赶回头路，这2句的意思是他们能被留在南晋当差，驻守边关的人做梦都想回来，这一下就击中了他们的心。我们可是2万人，不是2000人，确定都能安排下？如今皇城交战，死伤无数，空出来的位置只会多不会少。众人放心了。那就依大人所言，我们听大人的吩咐。听大人吩咐。朝堂上，所有人听着越来越近的声音，有的人甚至因为紧张，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帝玄义的眉头越蹙越紧，宁静。众人心中咯噔一下。逆着光，帝江高大伟岸的身影站立在门口，他手中的剑还在滴血。来人，护驾！听到他的吩咐，几十名精壮的护卫很快出现在大殿中，将他护住。这些都是他无影门培养出来的杀手，个个都是强者，这才让他稍稍安心些。只要他们拖着帝江，很快他的精兵就能赶到。皇叔，你确定要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造反？朕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放下手中的剑，朕就从轻发落。念。他从怀里将遗诏拿出来，随手一递，没有人敢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样子像是圣旨。顾雍毫不犹豫地接过，打开，一目十行，心中震撼。虽然他是王爷的人，但是手上的东西他半点不知情。瞬间底气十足，高声念出了遗诏上的内容。他念的每一个字，就像是鼓点敲在百官的心上。什么？这竟然是一封遗诏？晋王才应该是皇帝。皇叔可知，伪造圣旨是死罪。帝玄走进来。是不是伪造？这里大部分官员都见过我父皇的笔记，一一辨认过就知道了。如果你们辨认不出来，那就让懂的人来。太上皇，帝江的父皇，也没过世几年，不少人都能认出是他的笔记。可是这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仿造的笔记。帝玄义的人试图辩驳，帝玄朝顾雍勾了勾手，拿过来，让他们来鉴别。他身后的人上前接过顾雍递过来的圣旨，仔细端摩。奴才等人是专门负责制造圣旨的工匠，圣旨是用最好的蚕丝织成的灵锦所做，圣旨18道工艺，每一道工艺都非常的讲究，无人能仿，而且每一份圣旨都不一样。这份遗诏所用的确实是真的圣旨没错，而且是3年前的。圣旨珍贵，数量有限，每年生产多少用了多少，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。这份圣旨可在你们的记录当中？在，是3年前皇上亲自拿走的，记录案上有。帝玄看向帝玄义，又扫向众臣。圣旨为真，笔记为真，晋王才是皇位继承人。说是现在还有人狡辩，就是忤逆先皇圣旨，大逆不道。帝玄义已经有些坐立不安，不管遗诏是真是假，只要能够拿下帝江，
堵住众人的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他的精兵还没有到？朕才是皇上，你们这是造反！你下去，本王可以饶你不死。检验圣旨不是做给帝玄义看的，而是做给百官看的。他不是造反，而是扶正驱邪。休想！逆贼，谋篡皇位还如此嚣张！大殿门口，慕白疾步进来，毫不掩藏的声音对着王爷说：“